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陕西汉中。《三国演义》大家非常熟悉，这个我们从小到大都是看着《三国演义》还有《西游记》长大的，所以里面的人物啊，大家都耳熟能详。特别是诸葛亮，把他描绘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诸葛亮长眠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在伐魏的时候病逝于五丈原，最后他手下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埋葬在汉中的定军山。这里就是诸葛亮墓的大门武侯墓。因为诸葛亮生前是襄武侯，死后是追谥为忠武侯，就是表彰他的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家都知道《出师表》这个流传千古。在武侯墓前面还有两只狮子，这两只狮子也有点区别。在古代，石狮子不仅仅是一种挡煞招财的瑞兽，通常还是宫室陵墓的守卫者，是地位和权势的象征。所以古今呢，可以看到，基本上有身份的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的。诸葛亮的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说得出来。你像开始的三顾茅庐，当然这个三顾茅庐是像姜太公钓鱼一样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愿者上钩。因为诸葛亮其实早就选好了刘备，只是说他要摆一摆他的架子，让刘备知道他的那个能力非常强。为什么？他去曹操那边已经有很多谋士了，他插不上脚；去东吴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只能选择刘备。后面出山之后，诸葛亮有很多功绩，最典型的火烧新野，那个使刘备躲避了曹操的追捕。后面还有赤壁之战，所以说诸葛亮的一生的功绩是非常大的。但是诸葛亮真的有没有小说演义中的那么神奇、那么厉害，感觉所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一样的？其实这个也是有一点点瑕疵的。诸葛亮一生是非常传奇。那么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帮助刘备很多，那么刘备最信任的人是不是诸葛亮呢？其实不是。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当时刘备要进攻四川的时候，带的那个军师谋士属于法正，所以说刘备真正信任的军师还是法正。还有一点可能就是说，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并不是小说演绎的那么厉害，诸葛亮主要是属于政务能力相当强。还有一点，荆州丢失了，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杀掉了。那么刘备肯定是要为关羽报仇，他就把他蜀国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来攻打东吴。最后大家知道有一个夷陵之战，兵败了。那当时诸葛亮也没有跟随，所以从这几点可以发现呢，刘备是很信任诸葛亮，但是呢，也没有说是绝对的心腹。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说，他为什么后面又要托孤呢？因为刘备失败之后退守奉节的白帝城，大概1年的时间，也心力交瘁。那在临死前就把诸葛亮和蜀国的那些大将都召集出来，在白帝城托孤。有一种说法呢，当时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就是刘备的后面埋了很多刀斧手。为什么？因为刘备托孤的时候，他跟诸葛亮说：“你的才能非常高，那个曹丕那些都不是你的对手。这个刘阿斗如果能服，你就服；服不了的话，你就自立为帝，你就取代他。”刘备说这个话肯定是试探的，不可能真的会这样，因为他自己星星大下来的江山肯定要传给儿子。如果诸葛亮当时说点头同意，那后面的刀斧手肯定会出来。只不过呢，诸葛亮这个人也确实比较忠心，他就说我一定要会扶持刘阿斗。后面呢，他一生也确实这样做到了。那当时他为什么会叫诸葛亮托孤呢？刘备当时托孤诸葛亮，那也是没办法，因为蜀国已经没有那么多人才，当时国内威望、地位各方面能力最强的就剩诸葛亮了，他不托孤给他也不行。当然，刘备还留了后手，弄了另外一个大臣，相当于是能斥责诸葛亮，但是那个人呢，能力没有诸葛亮强，最后被诸葛亮打击下去了。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辅佐刘阿斗登基，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刘阿斗就是刘禅，基本上变成一个傀儡，蜀国的大小事务都是诸葛亮
办理诸葛亮决定。我们这样说，诸葛亮尽管是病死的，但是很大一部分可能是累死的。打个比方说，你蜀国一个城门要修，要诸葛亮签字；那如果说要调一个兵员，要弄一个什么东西，也要诸葛亮签字。就是他大大小小都事必躬亲，所有的事都得他处理。那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他下面的员工啊起不来，就是培养不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大家会弄成一个懒惰的心理。那所有的事情都你老大决定，还有我们下面的人干嘛呢？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上面的累死，下面的闲死。很多人了解诸葛亮、了解三国，都是通过《三国演义》的，但是那毕竟是一部小说，如果要看完整的，还是要去看一下《三国志》，了解一下。那个跟《三国演义》还是有点区别的。演义是经过我们说的神话修饰过的。前面这里就是诸葛亮的墓。诸葛亮大家都知道是在陕西五丈原去世的，我后面可能也会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这种柏树，而且看这个都是有1000多年。那么这个柏树，大家猜一猜有多少棵？在整个墓园里面，按照资料考证是有54棵，当然现在没有啊。为什么会是54棵？因为诸葛亮他是活到了54岁，所以当时修建这个墓的时候，就种植了很多柏树，刚好跟他的年龄对应。其实全国很多帝王陵或者其他陵墓啊，都会种植柏树，在古代陵墓里面很常见的。武侯墓，诸葛亮在中国历史的地位非常高，在唐朝的时候还有一个武庙十则，那诸葛亮就是在里面。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啊，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那种精神都非常赞赏，所以给诸葛亮的荣誉啊一步一步提升，就跟关羽一样的。来看一下，这里特别多牌匾，功盖3分，如行将略，就是历朝历代给诸葛亮的那个美好的词都用上了，历朝历代都给他那个地位提升，都是为了纪念他，他这个精神，他这种行为。为什么没人那个祭拜司马懿呢？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有一点要解释一下，诸葛亮深受儒学的影响，当时他确实也一直对汉是忠心耿耿，要恢复汉室的江山。那司马懿不一样，司马懿是属于门阀士族出身的，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啊，思想里面，他们的家族比国家重要，所以呢，才会出现说，一旦有机会，他就要把那个江山夺取过来。汉丞相武乡侯之墓，这个是雍正13年果亲王提的。大家看这个果亲王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好像是《甄嬛传》里面有个那个亲王，汉丞相忠武侯之墓，这个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陕西按察使，就当时的一个官员。反正来这些地方树碑的，留下来的基本就是当官的，或者是那些皇亲国戚。这个就是诸葛亮的墓主，大家看一下，挺高的，大概是6米，圆周是60米。他这个墓是东西朝向，就是说诸葛亮永怀西蜀，因为他这边是在蜀国嘛，他怀念西蜀，然后呢幸福汉室，他要恢复那个汉朝的江山，他一生的努力都是这样的，包括他的北伐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也算是为了圆刘备统一的大梦，但是最终失败了。那这个墓呢，里面其实也挺简单的，按照诸葛亮的遗命，只陪葬他的衣物，其他的那个陪葬品都不要放，所以他这个墓呢，里面相当简单。诸葛亮他一直北伐，他明明知道蜀国的力量在当时三国里面最弱的，他还要北伐，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进行北伐，不进行那个幸福汉室所想完成这个统一大业，他后面呢是不可能有完成的。他知道蜀国的力量打不过其他的国家，所以只能他想在他手上完成。另外呢，他可能看错了阿斗，他觉得以刘阿斗这个能力没法那个保证蜀国的江山能够稳定一直传承下去，所以呢，他是拼命的北伐，也算是为了刘备吧。
因为他答应了刘备要好好辅佐那个刘阿斗，要把蜀国的江山传承下去，要能够兴复汉室，这都是他的目标。但是他可能看错了，因为在他去世之后，刘阿斗还做了30年皇帝。因为诸葛亮是公元234年去世的，蜀国灭亡是263年，就将近30年，蜀国的江山还是比较稳定的。只不过最后邓艾绕过了剑门关，率领2000士兵到了成都，进而刘阿斗投降，标志着蜀国灭亡。其实有人也说，当时如果刘阿斗不投降，坚持一段时间，等成都周围的士兵军队赶到，那么邓艾可能就会失败。因为当时邓艾的话，粮草也不济，他2000士兵等于是孤军深入嘛。但是刘阿斗最终还投降了。我们不知道那个刘禅是怎么想的，但是结果是这个样子。诸葛亮最后去世，安葬在定军山脚下，就是眼前我们这座墓。他有没有被盗？按照一直以来的说法，他是没有被盗的。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我们说的，它里面比较简单，墓中没有宝贝，所以呢，盗墓贼不会去。第二，就是选址太过仓促。当时诸葛亮去世的时候是夏天，而且是在战场去世的，那么他就地安葬环境不允许，而且当时他也没考虑到身后之事，因为在打仗全心全意在战场上面，故而呢，他遗体从陕西的五丈原到定军山脚下面大概是200多公里，当时要过蜀道难于上青天的那个古栈道，所以说几天是到不了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因为他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说很少有人会去盗取他的陵墓。在这里最好玩的就是，其实有2座诸葛亮的墓，在那个小亭上面还有个碑，写的是诸葛亮真墓，所以特别好玩了。不知道当时古代那些官员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在这个地方考证出来有一个诸葛亮的墓，来看看，写的是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之真墓，也就是说下面刚才看到那个土堆是假墓，这就太搞笑了。他的意思说诸葛亮就是埋葬在后面这座小山上面，其实这是一般不可能的。诸葛亮的墓到如今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其实关于诸葛亮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几天几夜也说不完。诸葛亮一生尽管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有时候很多事情确实有点过了，就是我们说的什么都自己抓。那刘阿斗是真的没有才能吗？其实我们看《三国志》能够了解到一点，诸葛亮去世了，刘阿斗还做皇帝做了几十年，还能掌控整个国家，就证明他不简单。一开始的话，刘阿斗变成傀儡，只是说诸葛亮他的威望太高，还有一点就是说，刘阿斗在那个时候他必须低调。假如说他如果什么跟诸葛亮对着干，或者说他要把权力拿回来，大家想一想，他的下场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熬到诸葛亮去世之后，他才掌握大权。还有一点就是诸葛亮在生前对人才的培养没有到位，使得蜀国后面人才凋零。所以说诸葛亮一生尽管是鞠躬尽瘁，但是还是有一些没有做到位的。